Hello， 大家好，我是说装修的小李哥。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小李哥最近重感冒，鼻音很重。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今年的流感真的很厉害，不小心中了，实在是非常不舒服。大家最近一定要多喝点水，多吃2颗维 C 哦。这一集的影片带大家一起来看一间刚装修完的淋浴房，顺便和大家分享一些淋浴房的小知识。喜欢装修相关主题的朋友，请您订阅我并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任何精彩的影片更新哦。好，废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我们又是一个浴缸换成淋浴房的工程完工。那我们花了2周的时间。那我们做完了什么呢？我们做完了2间浴缸换淋浴。好，我们看这里有一间，这一间屋主是用黑色的瓷砖。那我们再看这里还有另外一间，这间是用白色的大理石面的瓷砖。那这2个浴室其实可以做得更快的，但是因为屋主呢，这2间浴室他必须要先做其中一间，把这一间做好了，屋主能洗澡了，我们才能再做另外一间，所以它是分开2个阶段的工作，所以它会慢了一点，所以我们是2个礼拜完工。好，那它这间浴室它本来是浴缸，好，那这个浴缸呢，它下方有漏水，它的那个菌也被破坏了，所以呢，我们就必须把这个浴缸拆掉，然后换成新的。既然浴缸拆了，屋主呢就觉得我们换个淋浴房。那利用这次机会呢，我们和大家也分享一下一些比较细节的部分。我们先来看这个瓷砖。好，我们常常在浴室我们用的瓷砖呢，我们喜欢用这种亮面的瓷砖作为墙砖。那这种亮面的瓷砖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水呢流动下去的时候，它比较不容易积水痕。现在我们都是使用这种就叫60×60的方形瓷砖。那这种石英砖呢有一个好处，你看这个缝是 2.5mm 的，好，它缝很小，所以呢相对的它这个缝未来会裂开的可能性也比较低，防水的效果也比较好。我们很重视这个瓷砖的水平，我们可以特别去看这个点4颗瓷砖交界的地方，大家可以去摸你家里的瓷砖哈。我们有时候会发现这个4个瓷砖哈，它摸它会有高低之间的落差。少许的落差我相信每一个瓷砖师傅都难免。但是呢，如果呢你的落差的那个范围过大，那这个过大呢，就是你摸起来有特别觉得会卡住手，就表示缝太不平了。那瓷砖越不平呢，你未来承受应力呢，瓷砖缝的填泥也就越容易裂开。那瓷砖缝的填泥只要一旦裂开的话，就会导致漏水。再来呢，我们看到这个窗户呢，这是我们这一间瓷砖的工作比较难铺的地方。我们这接缝呢都有去做铝线，的收边，把铝线的收边收好了之后呢，我们这里好窗户这个面板的平台的一些瓷砖呢，它要和铝线要能够贴齐。那这个考验瓷砖师傅的功力因为我们第一天在铺的时候，其实瓷砖在干之前和干之后，因为水泥会收缩，所以它的高度还会再降一点点。所以呢，这个师傅要调整到刚好它收缩的，可以收缩到水平的位置。好，那你看这边都是水平的。这里的水平呢，除了美观之外，它其实也有防水的问题。这一块的平台，我们为了让它不积水，所以呢，我们的内侧要做的比外侧略微高一点点，也就是水会往这里往外侧去流动，水才能顺利的流下来。浴室防水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概念我们没有办法把墙的防水做得像游泳池一样好，所以浴室的防水我们一定要确保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水不要留在这个瓷砖上面。水如果放上去，水要能够顺利的流下来，一旦流下去排掉了之后，水就干了，它就不会继续的往里面渗透。否则任何的瓷砖或任何的防水都抵不上水的渗透。如果水一直积在那里，然后水一直往墙内去渗透的话，那不过你防水做得再怎么好，它还是会漏水的。再来我们看到这个淋浴水阀的部分，这是比较经济实惠的做法，就是呢我们先做一个所谓的水阀。这一个水阀呢，它是单独的单元，它只有控制冷水以及热水、开水以及关水。那上面的这个东西叫水流分离器。朋友就会问我说，你可不可以只装这边装一个莲蓬头啊？那个莲蓬头可以这样拿下来啊？当然可以
但是我都会建议客户装这种比较有分离器的，然后有一个 bar 在这边。一来这个 bar 呢，可以让我们平常洗澡的时候站不稳，手可以抓握一下。再来呢，你看上面水可以冲淋下来，下面又有连风头可以这样挂，那整体收纳起来，这样也会比较漂亮。然后这样做下来，有很多人就会分不清楚了，做起来会很像整体式的水阀。那大家都知道，整体式的水阀其实是价钱比较高的，等于是呢，我们用了比较实惠的价钱呢，做出整体式水阀的效果。小李哥都很建议客人这样做。那当然，瓷砖面这边我们要打胶，这里交接面我们都是要打 silicone。那有些师傅呢会填上填泥，那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其实这个砖，这里的砖和这里的砖，它其实在平常的时候，两者之间会有一些相互运动，也就是我们不要认为装修的材料装上墙它就不会动了。我们任何的墙角它其实都会有一些相对应的运动，所以呢，这里要打上弹性的防水材料。还有这下方的这里，瓷砖和底座之间的接缝，我们看瓷砖一定是压住底座。好，其实底座的内部它还会有一块高起来的 edge， 瓷砖一定要压住那个 edge。然后这底下呢，我们也会打胶。这里为什么要打胶？一样，这一块的淋浴底座和这一块的砖之间会有相对运动，所以这要打弹性的、比较有弹性的防水材料，否则呢，它就会容易造成漏水。我们这次用的玻璃是无框的淋浴门，注意看，这都没有框。那装这个无框的淋浴门呢的挑战就是你的基础工程要做好。那常常有些师傅、有些水工我们在装这个底盆的时候，水平度抓得不够，就变成上面呢，你按照距离我们去固定这一根横杆的时候，它就会距离不同，造成这个横杆没有水平。横杆没有水平呢，玻璃你就挂不水平，这一片玻璃滑动你就不水平，这里的垂直也会发生问题，也就是这里就会发生漏水。只要是无框的玻璃门，各位记住一件事情我们不能期待真的是不能期待它的防水绝对做到100%。它是靠的一个防水胶条贴住瓷砖，然后达到防水。这一块的防水胶条叫做活动部件，你不能拿着水直接这样冲这个防水胶条，水一定会出去的。但是我们正常洗澡呢，我们看其实正常的水我们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冲的。洗澡的时候你也不会真的去直接往这个角度去冲，所以正常的流水量大概是这样子的。在这种流水量之下呢，我们来看这个淋浴玻璃门呢，它这里外侧有一块挡水条，可以把下来的水给挡住。你说外面会不会有一点点水？它肯定都还是会有的。所以呢，给大家的建议，只要你家里装这种无框的淋浴玻璃门，最好呢这里我们再放一块布或放一块地垫，一来防止你离开这个淋浴盆然后滑倒，二来呢是如果有一点点小水滴跑出来，我们还可以赶快把它擦掉。在这种玻璃呢，我们是希望最好的情况是玻璃门的开的地方应该是在这个位置，也就是这里我们在喷水，我们希望门是这样开的。那当然看这间浴室这里是个马桶，如果这样开我们就走不进去了，所以等于是没有选择。我们按照我们洗澡的习惯，水流会从这个方向喷到这个方向，这个方向比较容易喷到水。但是如果我们活动部件开门的位置是在这个位置的话，那相对的它不常会被水喷到，更能够做到不会有水漏出来。大家看这个淋浴玻璃门，我跟大家都讲到了一个概念，就是要做商检。这个淋浴玻璃门坦白说它就是中国做的，所以我们看它在中国这边有一个 mark， 大家看到货检验，这就是中国的商检。这个玻璃门是有经过中国的商检的，那只经过中国的商检够不够呢？不够，它还要来加拿大之后，还要经过加拿大正式的商检，也就是这一块的玻璃，钢化玻璃一定要经过加拿大的商检。来看这里，这是加拿大的商检标签，它会打在这里，加拿大很喜欢用雷射标，这里也有，每一块玻璃上面一定都会有，这里也有一块。我不知道看到没有，拍得出来吗？那这边比较清楚。如果它没有这个 mark， 你就可以怀疑这片玻璃并不是合格的钢化玻璃。那这个玻璃是不是合格的包装玻璃很重要，尤其是在这种无框门，它所有的强度是要靠这块玻璃的。
所以这块玻璃如果一压就裂开了，这样子就相当危险。再来，我们看这个水盆哦，我们水盆最好的设置是使用这种玻璃纤维的淋浴底座。为什么呢？因为这种玻璃纤维的淋浴底座呢，你可以确定的是这一块玻璃纤维淋浴底座，只要表面没有任何的裂缝，所以它是一定不会漏水的。而且呢，玻璃纤维它是比较有弹性的材料。那在我们这个木结构的房子呢，底下有一点点变形的时候，玻璃纤维淋浴底座它还能承担一定程度的弹性变形。所以呢，我们的经验，玻璃纤维的淋浴底座一般来说都会比水泥瓷砖的淋浴底座要来得更耐用。那至于说耐用多少呢？小李哥这边自己非官方的统计了一个数据，水泥瓷砖淋浴底座大约的使用寿命就是5到10年。玻璃纤维的淋浴底座一般来说都可以再多5到10年的寿命，也就是1倍。所以呢，可以的话，大家尽可能使用玻璃纤维的淋浴底座。那再来我们看这个底座呢，我们这个叫做薄的浅盆，这个大约在2寸半到3寸这么高而已。那里面也是很薄，它几乎是平叠地面的。那有些人喜欢装很高的盆，那种4寸5寸的高度。跟各位讲一句实在话，这2种盆呢，对于防水有没有一定的差别？告诉各位，没有，完全没有，好吗？不会因为你用浅盆，所以比较容易漏水。那喜欢用高的盆子，是因为有些师傅觉得呢，这个下面的淋浴的 drain 如果太平叠地面的话，它会不好改，他就会去买高一点的盆子来装。在改水管没有问题的情况之下，这2种盆的防水效能是一样的。但是我个人觉得浅的盆比较漂亮嘛，平贴地面，你看整体做起来就会觉得它大很多。那高那个几寸，我就会觉得有时候高度会有点压抑。这边大概就是一些我们做淋浴房的细节，那给各位参考。看完今天的影片，大家知道家中的浴缸如果想要换成淋浴房，您需要留意些什么，以及该如何挑选材料了吗？如果您还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您在下方留言告诉小李哥哦。最后祝您平安喜乐，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喽，拜拜。